内部清查的如何了？殿下，这几日把那些个混日子的都清除出营了，就连告老还乡的胡将军也都查过了。除了在任的时候不作为之外，到底也都还是干净的。留下来的这些个侯爷公子们，大多也都有报效之心，加以教导培养便是。只要勤加练习，假以时日，这金翼卫必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停！今日到此为止。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。小侯爷可以了，今日的惩罚结束了，你赶紧休息休息吧。才150个而已，小爷我还可以做1500个。小侯爷，平时你是可以，你都已经背着重石跑了1个时辰了。是我擅自放走富家二姑娘，该罚我认。大统领已经走了，要不然去喝点酒去。小爷我总有一天能赢的。小侯爷，你去哪儿啊？西山，好想出去玩。先生，这个墨都磨好了。哎，这宣纸怎么没了？我作为先生的书童，我应该义不容辞去给你买宣纸。不必了，文心，库房还有些宣纸，你去取来。库房的多不新鲜，我去给你买新鲜的。也罢，文心给他些银两，让他去吧。哎，不，我有银子。这宣纸又不是烤鸭，还有新鲜的。他想去，就让他去嘛。可我以为，愚公之次得其美韵，却失其俊迈；荀公之次得其力，却失其温秀。确实如此。这么说来，唯有王公二字，二者兼可有之，可是难以在。不是，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那摩崖石刻在山顶上，一半还没到呢。我这本意是来西山，去山脚下吃百花梨子糕，现在嘛，玩嘛也没玩成，吃也没吃到，多没意思啊！真要看什么书法石刻，我还不如回去睡小猪。容妹妹年龄尚小，脚力不足也是正常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容妹妹先行回去。哎，你看，她脸色都白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你一个人回去，我不放心。要不然我同蓉儿一起回去。别因为我扫了大家的兴致，这不都是大道吗？别担心我。这样也好，容妹妹，你就先回巨水小筑吧。早知道这样就不逃出来了。哎，阿姐，要不咱们如意楼会合？刚好师傅出了新品，想让你帮我们画些字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如意楼见。行，我先走啦。你小心点啊。知道啦。走吧。撤！欠我一条命！
还了。这帮刺客也太嚣张了，敢来金翼卫营附近行刺。嘿，多亏了小爷我。你们先回去。撤！哎，别跑！又让他跑了。小八这个大骗子，说西山树林到处都是猎户的机关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一个不放过。可我半天一个也没碰到啊！小兔子啊！原来是你指派的杀手。什么杀手？不是咱们每次见面非得要这样吗？还真是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哎，宋王殿下，我们俩之间真的有误会。我今天跟我阿姐来爬山，我累了我就独自下山，我也没想到你就来这儿了。我也更是无意冒犯跟冲撞你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去问我阿姐。还有那个提刑司齐大人，他也是人证。哎，您被绑在这儿呢，您多叫一会儿也是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别担心啊。王爷，要不咱们商量个事儿呗？说。你看啊，每次你碰到我呢，也没什么好事儿，我也是。这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今之计，您就把礼衣给我，我拿去烧了。虽然这办法玄乎了点儿，做了总比不做好，你说是吧？你要本王现在把礼衣托给你啊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自然是。啊！哎呀！王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这都是猎户干的，不是我。船家，走，开船！跑得了和尚，跑得了庙吗？哎，
你讲点道理，要不是你追我，我怎么会跑呢？你若不跑，我又怎么会追啊？船长，你开快点！那岸上有一个不讲理的人，我怕他一会儿给游过来。多谢船家。先生，这墨宝斋什么时候搬到西山了？啊？其实我就是跟阿姐出来踏青的，想绕这些小路看看风景，结果倒霉透顶碰到那个素王，非要说什么我找杀手刺杀他。要不是我机灵，早成他刀下亡魂了。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按理来说，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该谢你才是。可不是嘛，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喜欢恩将仇报吧。不对，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位将才，定是你受训不够，回去好好抄书。先生，蓉儿，你都去哪儿了？轩妹妹，送你的。轩妹妹，我想娶你。啊？轩妹妹，自幼我便倾心于你，心心念念想长大娶你为妻，但家父过世太早，家中状况也十分不好，所以这份心意一直压在心底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情况变好了，轩妹妹，我们是时候了。齐师兄，你若真钟情于我，便不应该这样子私相授受。哦，轩妹妹说的是我太鲁莽了，我过2日定会找媒人亲自登门求亲。傅姑娘，这是我家公子给您的信。刘掌柜，这次的新品都好漂亮啊！鹤衔灵芝入蓬莱，好美，寓意也好，健康长寿，青春永驻。刘掌柜，您真是每次的想法都让人眼前一亮。光有想法不行啊，还得劳烦傅轩姑娘帮写一幅推荐的字画。这有何难的？您啊，如此照顾蓉儿，况且这也是我的爱好。只是不知刘掌柜打算何时上这些新品？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凤来仪马上就要出新品，我希望能赶在他们之前。殿下，殿下，
您终于回来了。您让我调查傅荣那边，属下发现这段时间他可能就藏匿于居水小筑之中。居水小筑。齐策虽然出身寒门，却是个忠孝之辈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如今他情真意切地求到我门下，我免不了带他走一遭，替他求娶傅轩姑娘。傅大人，您看如何呀？这策儿年少有为，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，都无可挑剔。其父生前与我又是故交，我们两家也算是知根知底。若是齐家有意，我们自然不会反对。哦，那这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转告齐家，这可是桩大喜事啊！齐师兄来家里提亲了。你想嫁给他？这婚姻之事一向都是听从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有何想不想的？那你喜欢他？夫妻之间只要相敬如宾便好，至少我不讨厌他。那你了解他吗？罢了，我只是来看看你有没有在这儿闯祸。你记得好好跟先生读书，我先回去了。长姑娘，我送送你吧。姑娘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快帮忙，把这石头弄起来。姑娘，你拿着石头做什么呀？哎呦，我想查个人的品性，但爹呢又把我的小用钱给停了。小七小八的查人又不能不用钱，只能出此下策把它卖了。可，这破石头能值几个钱啊？他跟居水先生天天朝夕相处，说不定先生赏景的时候还做过呢。你想想他那些仰慕者得多喜欢，到时候就得疯抢他。哎，有道理哎。不过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怎么不好了？我把它卖了，我再买块新的回来。那倒不如我们出去随便找一块石头，然后就说是居水小筑的不就行了？那能一样吗？师傅说过了，做生意得讲诚信。哎，但是人家要不信，那该怎么办啊？问得好。完美，怎么歪歪扭扭的？先生的字能跟普通人的一样吗？多潇洒呀！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先生，我也是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我跟蓝翔，我们俩做运动，做运动。还不去读书？是，先生。等会儿，你们要是真喜欢那石头，就带走。谢先生。包治百病，头疼脑热体虚麻。哎，小八，哟，二姑娘这次又有什么事要帮忙？二姑娘这次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二位。又拜托我们？小八，你这被打的还没缓过来呢。你尽管说，这事儿啊，我们一定办好。拜托二位盯紧齐策，就是提青司的那个齐大人。哎，不用拜托，
是银子就可以喽。哟，不是说给银子吗？怎么用石头啊？这可是居水小筑里的石头啊！这居水农夫名满天下，这字是写成这样。哎，你们不懂，这就是这些名人啊，喜欢彰显自己的不羁与独特。对，那福二姑娘，打算卖多少钱？二姑娘说了，卖50两银子便可，事后对半分。可以，好。王爷，居水先生让奴婢先带你去厅堂，先生一会儿就来。我知道厅堂在哪儿，我自己去便可。是。这苏王也太闲了吧，到哪儿都能遇到他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想逃跑？谁逃了？我这光明正大的呢！王爷，不知我的书童哪里得罪了王爷？居水小筑横梁掉下那日，这位傅姑娘也在场，我得带她回去一趟。之前提心司的人来我这里已经仔仔细细的搜查过了，而我对王爷一直是以礼相待，你却一直怀疑我的书童。王爷，今日还是请回吧。谢先生，你是我小筑的人，我当然要照顾你。殿下，那日您走之后，那吴小爷倒是帮了个大忙。他发现那帮刺客所用的金质有些异常，所用竟是上等布料。织云坊，非达官显贵不能在织云坊购买布匹，何况还是用来做金质。梁通，殿下是认为梁通和刺客是受同一人主使？不错，那梁通虽为副统领，可是这梁家并非什么显贵。那日殿下上任大统领，他敢那般为难咱们，说明他背后必定有人撑腰。既然你们都清楚了，那就从织云坊开始查吧。织云坊，那都是女人买布匹的地方，殿下，我可不愿意去啊。要不你去？哎呀，殿下英明。做成这样状，哎，您看看，布料怎么卖的？姑娘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是刚到的4金花罗。您看这花卉的图案，多衬您呢！哎，您等一下啊！这鸟纹不错呀。这个是仙鹤锦。哎，巧了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新到的货，只要10两1匹。什么？寻常人家1年用度也没有10两，你这1匹布竟要10两？啊，我们织云坊专门做的就是名门望族、达官显贵的生意，这平民百姓他也用不起啊！什么达官显贵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布上还有洞，你们分明就是坑人的黑店！
方才我就觉得你有些不对劲儿。我呸！再敢过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哼！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徐姑娘，去了这么久，可有收获？哼！哎呀，殿下，许姑娘今日那可是功不可没呀！要不是她与店家纠缠，我都不会如此顺利地偷出货单。好一个提刑司按察使！近1年来知云坊最大的几张单子，都是他一人定下的。上次居水小筑一案，提刑司主动把这个案子接了过去，我便查过此人。此人任期未满便做了西园尉，后来一直在7、8品的小官之间徘徊，再后来做了卫尉丞，结识了信都侯张耀成，一连做了几桩大事。后被破格提拔，这才做到了如今的提刑司按察使。其策，信都侯。小八说，他昨晚在醉春阁看到了奇策。他嘴上说喜欢我阿姐，却流连于烟花之地。如此表里不一，必然不会一心待我阿姐。不行，我不能让阿姐嫁给奇策，我得回府一趟。那我……你在这假扮我一日，这些信件没分完，先生肯定不会来的。我先走了。哦。公子，傅姑娘又翻墙出去了。随他去吧。哎，对了，文馨，后院的枣树今日枝叶长得比较茂盛，你在树旁放个梯子，以便我修剪树枝使用。是。阿姐，你不能嫁给奇策。你不是应该在居水小筑吗？怎么，又偷偷溜回来了？我说你不能嫁给奇策，不许耍小孩子脾气。我不是耍小孩子脾气，是真的不能嫁给他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？你看他长那个样子，就不是个好丈夫，将来肯定欺负你。哎，不许胡说！你要是这句话给竹儿说，让他知道你在背后编排他兄长，他非跟你急眼不成？竹儿是竹儿，他哥是他哥。蓉儿，你不去先生那儿读书，在这胡闹什么？我不是胡闹，阿姐不能嫁给那个奇策，他肯定不会好好对阿姐的。老爷，这蓉儿赶回来也是担心轩儿，你就别怪她了啊。蓉儿，我知道你担心你阿姐，但是你们迟早都是要嫁人的呀。这策儿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他为人稳重，前途光明，特别是对轩儿，更是情根深重。这么好一桩姻缘，你可别给搅和了啊！你们不知道那个奇策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不知道阿姐嫁给他会怎么样。反正
他不是个好人，他是个坏人。柔儿，咱们傅家便是这样教你空口无人清白的吗？哎，蓉儿，真不让人省心。如果齐策真的像小八说的那样，肯定有证据。他们不信，我就找证据让他们信。你回来了，找什么证据啊？没什么。哎，蓉妹妹，好久不见，蓉妹妹可是生气了。前些日子因为南边有了差事，一直回不来。听说你受了伤，我特意带了上好的膏药来，还有这枚玉佩，是我潜心所求，是一对双喜，十分吉利。蓉妹妹，你看看可还喜欢？多谢世子记挂，这东西我不能收。蓉妹妹，你不用为难，我还给傅伯父、伯母还有轩姐姐都带了礼物呢。多谢世子，那你一并将东西送进去吧。这私下送礼是万万不成的。哦，对了，蓉妹妹，你可知明日卓妹妹就要设纳征宴？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得给她准备礼物去。哎，世子可要进来坐坐，容我通知老爷夫人。不必如此兴师动众，蓉妹妹果然有心，我陪她挑礼物去。蓉妹妹，你是不是心情不佳？阿姐订婚在即，惜乏。那这不是件好事吗？等你阿姐的婚事正式敲定，我就可以正式向你家下聘了，免得母亲总说妹妹早与姐姐定亲不好，不同意我们成亲。你不觉得这是新都侯夫人为了不让我进新都侯府找的借口吗？蓉妹妹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母亲绝不会这样。况且我并不认为成亲这件事情是父母最大，我觉得合乎自己的心意比较重要。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其实只是想让你开心点儿。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吧。首先，我认为天大地大，自己的心意最大。其次呢，我不想收你的玉佩，知道了吧？不想收我的玉佩。蓉妹妹，等你下次开心点儿，我再送你啊。好看，竹儿，蓉儿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殷世子，竹妹妹，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等你嫁出去，咱们什么时候再见？那我不得思念成疾？你看你这嘴甜的。蓉妹妹，你怎么同竹妹妹如此之好，同我竟如此生疏？你要不是燕世子，你要是个燕郡主，我对你也这样。哎，挑的怎么样？哦，还在挑呢。这套就不错啊。太华丽了，蓉儿。我觉得那套就行。你挑嫁妆当然得华丽点了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卓儿平时打扮的素雅，绞丝银的首饰也能戴，但你成亲那日肯定得穿大红色，这绞丝银就不相称了。是啊，这金色跟喜服多配啊！就这炸金做的簪子，不是我吹牛，这横京城除了我师傅没有第二个。这太招摇了，我不太习惯。再说了，我怕到时候婆家人看着不如意。齐姑娘既然喜欢素雅的，那就选择这个吧。珍珠光滑内敛，十分搭配你的气质。虽然叶子是金子打的，但使用了镂空设计，十分轻盈，平日里戴也不会显得太隆重。好漂亮啊！漂亮，那就它吧。阿元把它包起来。哎，不可，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不能让你破费。那你破费喽？
我的利钱都在我母亲那儿。那你说什么？行了，不会让你破费的。这个自然还是得娘家人给钱嘛。阿元包起来。师傅啊，我小用钱少便宜点儿。嘘。老板，来2碗面。好嘞。哎呀，喝茶。我们女孩要聊天了。来，谢谢。你说你跟我阿姐一样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听话、太懂事了。让你嫁人你就嫁，连贵重的嫁妆都舍不得挑选。你兄长都已经是提刑司按察使了，哪需要你省那些钱啊？蓉儿，我弟去得早，我娘身子也不好，在府里大夫人也是从未给过我们好脸色。兄长能走到今天十分不易，但我的婚事他也是费尽心思想要给我最好的，零零总总加起来肯定花了不少钱呢。我能省一些便是一些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时候咱俩在东边城郊打枣，被我姐揪着耳朵拎回去，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。这一转眼你跟阿姐都要嫁人了。轩姐姐要嫁我是十分开心的，毕竟要嫁的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兄长说你成了居水小筑的书童。那你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居水先生了？别提了，天天挨训，辛苦的呢。蓉妹妹，不如你与我早些成亲，就不用辛苦了。你呀，我看是你折腾人家。竹儿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说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兄长是真心喜欢我阿姐，会对她好吗？当然了，蓉儿，我兄长从小就喜欢你阿姐，你是知道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他那么拼命的攀爬，也是为了早日向夫家提亲呢。再说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，这你还不放心吗？哎，不是，小时候你在我家借住，我对你了解啊。可是齐师兄他一直在书院待着，我不了解。你呀，这是关心则乱。我保证，我兄长会对你阿姐很好的。是有贵客来了吗？这居水小筑居然还给点灯。天助我也！他倒是机灵啊！来回一整天什么都没吃。先生，你怎么3更半夜的来厨房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
我是因为半夜上茅厕来这儿，所以对，我就来这儿了。那什么，外面风大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烫不烫？我走了。慢着。